我和我男朋友还有他那个所谓的妹妹，在酒店开房时被扫黄打非抓了个正着。我去保释他的时候，他脖子上全是吻痕，还忙着安慰那个捂着脸哭泣的女人。他公寓的锁坏了，他很害怕，所以我陪着他。他说，这要是以前，我肯定会大发雷霆，非要问个明白。但这次，我不想再扮演那个善妒的疯女人了。我平静地签了释放文件，一句话也没说。行动组里认识我的朋友问，家属？我摇摇头，只是邻居。然后我低下头，给我妈发短信，你之前提的那门联姻？行，我同意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回家。我们离开警局时，格温妮斯、阿弗里尔还在抽泣，爬上了我车的副驾驶座。我懒得争吵，便发动了车子。刚把手搭上方向盘，他就抓住了我的胳膊。不过，他看的不是我，他转向我的男朋友杰拉尔德·摩根索。我害怕，我不喜欢坐别人的车。他说着，眼泪汪汪，鼻子通红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。我把他的手从我胳膊上拿开，那就下车。车内的空气瞬间凝固，直到格温妮斯的眼泪夺眶而出，他又哭了起来。后座传来杰拉尔德严厉的声音：伊薇恩，你非得这么刻薄吗？你知道他因为哥哥的事受了创伤，你就不能体谅一点吗？他厉声说道。下车，我来开。我没来得及回应，他就下了车，猛地拉开我的车门，力道大的车门都在晃，让刺骨的寒风灌了进来。我打了个寒战，但没动，只是坐在那里盯着他。一向冷静的杰拉尔德突然变得粗暴而不耐烦，他竟然解开了我的安全带，把我拽出了车。我踉跄了一下，差点跪倒在地，但还是勉强稳住了自己。他没看我，直接滑进驾驶座，倾过身轻轻抚摸着格温妮斯的头发。嘘，没事了，我先送你回家。哦，杰拉尔德，你对我真好。格温妮斯说着，还得意地瞥了我一眼。开车离开前，杰拉尔德给我留了一句话：你是成年人了，自己想办法回家。我送完他就回来。我冻僵了似的站在那里，看着他们的车疾驰而去。在拐弯之前，我看到那个贱人凑过去亲了他的脸颊。就在这时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我用仍然僵硬的手指接起电话。宝贝，看到格伦的照片了吗？格伦，伦敦，我妈想让我嫁的那个人。高大英俊。电话那头，妈妈听起来松了口气。哦，宝贝，你终于懂事了。你爸爸年纪大了，这些年你离家出走，他一直很生气。你回来就好。我抬头看着路灯下飞舞的飞虫，思绪纷乱。当年我离家出走，就是因为不想要这样的生活。后来我遇见了杰拉尔德，有一阵子，我以为自己中了头彩。7年，我从他一无所有到事业有成，一直陪在他身边。但每次我提起未来，他总说还太早。因为这个，我悄悄打掉过孩子，不止一次。我太天真了，以为有他的爱就足够了。但现在，我受够了。最后，我打车回了家。杰拉尔德大概是感到愧疚，因为没过多久，他也回来了。他走进来时，我正在收拾东西。衣服已经从衣柜里拿了出来，大部分已经塞进了袋子。你怎么在收拾衣服？他问道，语气有些不确定。断舍离。我平淡地说，希望他赶紧去洗澡。他身上那股甜腻的香水味让我恶心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没察觉出什么异常，继续自言自语。清理掉也许不是坏事。等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可以再买新的。或者干脆换个更大的地方。你觉得呢？杰拉尔德的语气听起来像是在认真规划我们的未来。他不停地偷瞄我，观察我的反应。我当然注意到了，但假装没看见。要是以前，我肯定会高兴地跳起来，说不定还会喜极而泣。但现在，我连一滴眼泪都不想为他流。我的冷漠打消了他的兴致。他能看出我不高兴，但他并不打算补救。今晚他能这样敷衍一下已经很难得了。
他去洗澡时，他的手机开始响个不停，噪音吵得我心烦，于是我拿起手机瞥了一眼屏幕。格温妮斯给他发了一堆照片，是他们两个的婚纱照，有些是传统礼服，有些是现代风格。我的心口一紧，闷闷的痛。原来如此，他的不耐烦只对我一个人。我想起以前我兴高采烈地拉他去看婚纱，但他每次都放我鸽子。都差不多，你随便选一件就行了。他说，他当时那皱眉头的样子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他对我的不耐烦是真的，而那几十张照片里的温柔也是真的。你到底在干什么？突然，伴随着一阵水汽，杰拉尔德冲出浴室，一把从我手中夺过手机。他用力过猛，我摔倒在床上。你不懂什么叫隐私吗？他的脸被热水蒸得发红，但声音冰冷，让我脊背发凉。我低头看了看手，他刚才抢夺时划伤了我，现在正在流血。说实话，就算他没抓住我，我也不会再往下翻了。我早就看过了，那成千上万条调情信息，在一个不眠之夜，我从午夜读到日出，全看完了。看完时，我的眼睛肿了，但还得装作没事人一样，假装刚睡醒。谁能想到，在一起7年，我们的对话总是我在唱独角戏，唠叨、恳求，试图挑起话题。偶尔他心情好，会回我一个表情符号，我就像个小丑。对不起，我低声说，垂下眼睛，我不会再碰你的手机了。他愣住了，没料到我会是这种反应。那些照片，格温妮斯说是婚纱很累，所以我只是帮他试穿了一下，仅此而已。他结结巴巴地解释，你知道他哥哥去世了，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他，你别多想。我保持沉默，任由他磕磕绊绊地找着蹩脚的借口。库尔特，格温妮斯的哥哥，曾是杰拉尔德的朋友。当年杰拉尔德创业艰难时，库尔特急着给他送一个 U 盘，结果出了车祸。他被紧急送医，但没能救过来。临终前，他让杰拉尔德答应照顾他妹妹。杰拉尔德信守了承诺，他把格温妮斯照顾得无微不至。起初只是远距离的关心，后来渐渐渗透到他生活的每一个角落。我吸了吸鼻子，离我彻底离开只剩几天了，我觉得没什么好隐瞒的了。不用担心我多想，我轻声说，说实话，你和格温妮斯挺般配的，要是结婚。话没说完，他的手就扇到了我脸上，耳光声清脆响亮。你他妈到底有什么毛病？他吼道，格温妮斯只把我当哥哥，你以为他都像你一样廉价吗？脸颊上的刺痛火辣辣的。是啊，格温妮斯不像我，他不会像我一样，像个廉价货似的倒贴他。泪水涌上我的眼眶，但还没等它们落下，我捕捉到了他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慌。他的语气软了下来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对不起。那一刻，我想告诉他一切。杰拉尔德，我要……但他的手机铃声打断了我。他接起电话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冰冷寂静的卧室里回荡。杰拉尔德，我做噩梦了，我梦到我哥哥了，我好害怕。嘿，没事的，我马上过来。杰拉尔德的声音很焦急，他随手抓起衣服穿上，准备离开。走到门口时，他像想起什么似的停了下来。你刚才想说什么？但我已经把情绪收好了。没什么，等你回来再说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床的另一边空着，他根本没回来过。离我计划离开没几天了，我直接辞了职。昨晚收拾的大部分衣服本来也是要捐掉的。我提着袋子出门等快递员，但对门的动静让我停住了脚步。那边忙忙碌碌，工人们正搬着崭新的家具进去。即使在人群中，我还是一眼就看到了杰拉尔德。他搂着格温妮斯的肩膀，指挥工人摆放家具。那种对细节的关注，是杰拉尔德一贯的风格。当初我们搬进来的时候，他也是这样，特意请假亲自监督，家就得弄得舒舒服服的。他当时这么说。
但现在，这个我们共同的家几乎已经没有他的痕迹了。小姐，喂，小姐，你的寄件码？快递员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。这边的动静大概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，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快递员刚走，格温妮斯就蹦蹦跳跳的出来了。嗨，他开口道，我老是做噩梦，所以杰拉尔德给我买了这里。我们现在是邻居了。他凑近，故意睁大眼睛，扮出天真无邪的样子。那夸张的眨眼几乎有点可笑。但我实在没办法喜欢他，无论如何都做不到。我转身想走，但没走多远，他突然向后踉跄了一下，好像被什么无形的东西推了一把。他撞上了一个正在搬柜子的工人，后腰磕到了柜子边缘。啊！他痛得叫出声，带着哭腔。杰拉尔德闻声冲了出来。他立刻扶起他，手轻轻揉着他撞到的地方，关切之情溢于言表。伊薇恩，你能不能别像个小女孩一样乱吃醋？他那不敢置信的语气像针一样扎人。格温妮斯脸色苍白，开始虚弱的摆着手。杰拉尔德，别怪他，这是我的错。他说，我不该搬过来惹麻烦，我就不该在这里。别这么说，杰拉尔德回答，你是我妹妹。太阳穴突突地跳着痛。第100次看他们上演这种亲情戏码，真是令人作呕。没等我关上门，杰拉尔德用手挡住了。伊薇恩向格温妮斯道歉。我忍无可忍。我没做过的事，凭什么要我道歉？你做过更过分的事多了去了。他反唇相讥。我苦笑了一下。他总是只相信他自己愿意相信的。格温妮斯 meanwhile 像个殉道者一样摇着头。请不要为了我吵架。对不起，是我不该没站稳。杰拉尔德握着他的手，像看恶人一样瞪着我。我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，他说，小气、恶毒，连一点小事都容不下。他的话像刀子一样，比我想承认的还要伤人。但我仍然没有道歉。格温妮斯一直哼哼着说疼，杰拉尔德便一把抱起他，下楼去了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我突然想起自己也得去医院一趟。我的睡眠糟透了已经很久了，甚至说不清失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在吃光了好几瓶褪黑素之后，我终于决定去正经看看医生。今天医院人不多，我很快开好了药。但就在出门的时候，我又看到了他们。其实也不意外，这是离我们住处最近的医院。格温妮斯被杰拉尔德公主抱着，她另一只手提着药。路过的人都忍不住看他们，脸上写满了羡慕。看看人家男朋友。我听到一个孕妇用手肘捅了捅自己的男人说。格温妮斯显得很害羞，但杰拉尔德似乎并不在意。我们在电梯口撞了个正着。我没说什么，但格温妮斯开始在他怀里扭动，脸红得厉害。杰拉尔德，放我下来啦！杰拉尔德皱皱眉。你受伤了，别乱动。然后他突然转向我。你怎么在这儿？生病了？我举了举手里的药瓶。只是有点失眠。他顿了一下，像在思考。我让助理买点薰衣草，放卧室里，可能有用。他好像还想说什么，但怀里的女孩打断了他。格温妮斯发出小猫似的微弱呜咽。电梯继续下行，突然，哐当一声巨响，电梯猛地停住了。灯灭了。一片漆黑中，我蹲下身，全身开始发抖。我极度怕黑。杰拉尔德没忘。他叫我伊薇恩。伊薇恩，你还好吗？我颤抖着含糊应道，还行。格温妮斯，你先下来一下。他说，伊薇恩怕黑。但格温妮斯在角落里开始轻轻抽泣。可是我也好怕，杰拉尔德。别放我下来。那之后，杰拉尔德没再对我说什么。他的注意力全在他身上，用那种温柔的嗓音安慰着他。Meanwhile， 我的掌心湿冷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发抖。这不是第一次了。多年前，我和杰拉尔德也曾一起被困在电梯里。灯灭了，卡在楼层之间。我当时吓得哭都哭不出来，只是不停发抖，直冒冷汗。那时候，
杰拉尔德抱住了我。他有洁癖，讨厌任何混乱狼狈，但那天他抱得那么轻，没有抱怨，没有厌恶，就像他现在安慰格温妮斯一样。杰拉尔德，我低声唤道。黑暗让我变得脆弱，眼泪划过脸颊。我发现自己竟然又渴望起他怀抱的温暖，但他立刻打碎了我那点微小而愚蠢的希望。他回道，格温妮斯受伤了。我没再说话，只是把头埋进臂弯里，安静待着。不知过了多久，灯闪了闪，亮了，电梯又开始运行。一到1楼，我踉跄着站起来，冲了出去。回到家，我仍然惊魂未定。妈妈发来了婚纱照让我挑，但我根本看不进去。我只是静静地坐着，看着时钟滴答走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杰拉尔德回来了。他带回来一束薰衣草和一袋外卖。我打开一看，是一盒龙虾浓汤。杰拉尔德忘了我对甲壳类海鲜过敏，他根本没注意到，只是含糊地说了句抱歉。你还没吃吧？趁热吃了。我打开盖子，一勺一勺，喝得干干净净。荨麻疹几乎立刻发作，但我不在乎。明天回来吃晚饭吧。我说，是你生日。他愣了一下，有些惊讶，但随即快速点头。我起身去找抗过敏药。做饭从来不是我的强项，我唯一还算拿手的就是生日吃的意大利面。但今晚不知怎么做都不对劲。我不想浪费，于是强迫自己吃掉了那些失败品。我一直留意着时间，等杰拉尔德回来吃完这顿生日晚餐，我就离开。这次是永远。但他始终没有出现，只打来一个电话。格温妮斯做饭烫伤了手，我得送他去医院。他说，你先吃，不用等我了。他撒谎的水平一直很烂。我的脸书主账号早就看不到他的动态了，但我的小号可以，上面显示了一切，一张他和格温妮斯站在蛋糕旁的照片，背景是飘在半空的彩带，两人笑着，手牵着手。喂，杰拉尔德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，他还在电话那头。我只是缓缓地、颤抖地呼出一口气，没事，不急。然后我用小号给他的那条动态点了个赞。我把意面直接倒进了垃圾桶。杰拉尔德不爱我了，放他走，他大概会更快乐吧。于是我把行李箱拖出了家门。路上，我把格温妮斯和杰拉尔德这些年调情的证据整理好，发到了我的脸书主账号上。很多共同朋友都会看到。既然要走了，那我也不会悄无声息地走。飞机起飞前，我给杰拉尔德发了最后一条消息：生日快乐，再见。我甚至懒得提分手。在一起7年，没有承诺，本来也没什么可分的。连那几次堕胎，对他而言也算不了什么，不过是他混乱人生中的附带损耗而已。就在我准备关手机的前一刻，电话开始疯狂涌入，我不小心接起了一个。